物业打来电话，声音急得像要炸了。你家12楼的窗户掉下去，砸了楼下5辆车，宝马、奥迪全是豪车，你准备40万赔偿款吧？我端着泡面差点笑喷。哥，我家连墙都没有，哪来的窗户？物业经理怒了，你还笑得出来？明天不来物业签赔偿协议，我们直接报警！我笑得更大声。报吧，麻烦让警察顺便看看，我那套房烂尾2年了，开发商连我那层的楼都没盖到，哪来的窗户？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第二天，物业经理带着一脸铁青的开发商老板敲开了我的门。物业的电话打过来，声音很冲。谢林，我应了一声。你家窗户掉了，砸了楼下5辆车，赶紧过来处理。我正端着一碗泡面，热气熏着我的脸。哪套房？翡翠江南3期12栋1201，你不是业主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不耐烦，带着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是业主。我把泡面碗放桌上。砸了什么车？你还有心思问车？宝马、奥迪都是好车，车主都在这等着呢。我们初步估算维修费起码40万，你赶紧准备钱吧。杨经理的声音越来越大，像一个被踩了尾巴的公鸡。我有点想笑。40万，这还只是初步估计。你别以为拖着就行，我告诉你，今天这事你不处理完别想走。我拿起筷子，舀起一个面条。杨经理是吧？是我，你赶紧给我滚过来。你确定是1201的窗户？废话，我亲眼看的整扇窗户掉下来的。你家什么破装修，怎么住的人？他的话里全是火药味，好像我已经是一个罪犯。我笑了。你还笑？杨经理的声音瞬间拔高8度，像是被点燃的汽油桶。谢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摊上大事了，知不知道？40万你赔得起吗你？杨经理，你先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5辆豪车车主都要把我吃了，你赶紧过来。过去干嘛？签字签赔偿协议，不然我们就报警了。他的威胁很直接，也很无力。好啊，你报吧。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他好像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你什么意思？你想耍无赖？我的意思是，你赶紧报警。我慢悠悠地说，最好让叔叔同志快点来，顺便做个现场勘查。你以为报警你就能赖掉？我告诉你，监控都拍着呢，就是你家窗户掉下来的。杨经理又恢复了底气，他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命门，是吗？我笑了笑，那正好让警察同志看看我那套翡翠江南的房子，开发商烂尾2年了。我说得很慢，确保他能听清每一个字。别说窗户了，他们连我那一层的楼体结构墙都还没盖到，我家连一堵完整的墙都没有。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窗户去砸车？电话那头死一样的寂静，刚才还声嘶力竭的杨经理，现在连呼吸声都消失了。我能想象他现在的表情一定很精彩。过了大概半分钟，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了，不是他主动挂的，更像是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这世界真奇妙，总有人比段子还幽默。杨鹤鸣挂了电话，脑子还是懵的，手机屏幕摔裂了，但他顾不上。他站在停车场，看着那几辆被砸得坑坑洼洼的豪车，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流。楼没盖到不可能。他使劲晃了晃脑袋，一定是那个叫谢林的业主在撒谎，想拖延时间。对，一定是这样。他掏出烟，手抖的点了几次才点着。旁边的宝马车主凑过来，杨经理怎么样了？业主什么时候过来赔钱？快了。杨鹤鸣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业主态度有点不好，是个刺头，不过你们放心，跑不了他。他嘴上安抚着车主，心里却打起了鼓。他其实没亲眼看见是哪一层掉的窗户，当时现场乱糟糟一团，有人抬头喊了一声，好像是12楼，他就信了。他查了12楼的业主信息，找到了谢林的电话，想赶紧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要是真像谢林说的楼都没盖好，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开发商还是他们物业？杨鹤鸣不敢想下去，越想越怕。不行，绝对不能是楼没盖好，必须是谢林的责任，他就是个想赖账的无赖。对，就是这样。杨鹤鸣给自己做完心理建设，眼神重新变得凶狠起来。他走到一边，拨通了一个电话。林总，我是物业的小杨啊。他的声音瞬间变得谄媚，腰也不自觉地弯了下去。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什么事？林总，咱们楼盘出了点小事。杨鹤鸣小心翼翼地组织语言：3期12栋，不知道怎么回事，掉了一扇窗户，砸了楼下几辆车。窗户？林总的声音冷了下来。哪个施工队干的活？这点小事都干不好？不是。杨鹤鸣连忙解释：不是施工的问题，林总，我查了，掉窗户那户1201已经交房了，是个业主自己装修的问题。他撒了谎，眼睛都没眨一下，把责任直接推得一干二净。业主？对，我跟他联系了，这小子态度很横，想耍无赖。杨鹤鸣开始添油加醋，他说我们楼盘是烂尾楼，他那层根本没盖好，想用这个借口来敲诈一笔。他故意把烂尾楼3个字说得很重，知道这是林总的逆鳞。果然，电话那头的林总沉默了几秒钟后，传来冰冷的声音：他叫什么？谢林。我现在过去，我倒要看看谁敢败坏我公司的名声。杨鹤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把林总搬出来，这事儿就稳了。杨鹤鸣掐了烟，脸上重新挂上了那种虚伪的笑。他回到车主的面前：各位放心，我们开发商的老板马上就到，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不负责任还想讹钱的业主，今天一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交代。他拍着胸脯说得斩钉截铁，仿佛正义的化身。他完全没想过，如果谢林说的才是真话，那这场他亲手导演的闹剧该怎么收场。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级开进了停车场，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巴宝莉衬衫、戴着大金表的胖子走了下来，他就是林总林大强。林大强看了一眼被砸的车辆，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杨经理，人呢？他的声音不大，
但很有压迫感。林总那小子在家里不肯出来。林大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支票，刷刷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杨鹤鸣。10万给他，让他闭嘴，把责任认了。他处理这种事向来都是这个套路，简单粗暴有效。杨鹤鸣拿着支票，像是拿着一道圣旨，两个人带着几个保安，气势汹汹地朝我的住处走来。我正准备把泡面碗洗了，门铃响了，急促又凶狠。我通过猫眼看到了杨鹤鸣那张谄媚的脸和他身边那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我打开门，有事？杨鹤鸣一见我，立刻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谢林，这位是我们开发商的林总，林总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他把你字咬得特别重，好像我才是那个麻烦制造者。林大强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全是轻蔑，就像在看一只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杨鹤鸣把那张支票递到我面前。谢林，林总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这是10万块钱，你拿着，然后去停车场把赔偿协议签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他说的理所当然，仿佛这是对我天大的恩赐。我看着那张支票，上面的10万元整写的龙飞凤舞，我接过来，林大强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以为我屈服了。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支票从中间撕开，再撕开，撕成了碎片。我随手一扬，雪白的纸片像蝴蝶一样飘飘扬扬的落下来，落在杨鹤鸣和林大强的皮鞋上。杨鹤鸣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林大强的笑容也僵在脸上。他盯着我，眼神阴冷的像毒蛇。小子，你很有种！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看着他，诬陷我，然后用10万块钱让我闭嘴。我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空气好像都冷了3分。林大强气笑了，他连说3个好字。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他冲旁边的保安使了个眼色，那几个5大3粗的保安立刻朝我围了过来，气氛瞬间剑拔弩张。想动手？我往后退了一步，靠在门框上。可以，不过我建议在动手之前，我们先去个地方。林大强眯起眼睛。什么地方？你的楼盘。我平静地说。翡翠江南3期12栋，你不是说是我装修的窗户掉了吗？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看看我那1201到底有没有窗户。怎么样，林总？我的问题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了林大强那股胀的自尊心上。他脸色铁青，死死地盯着我。敢去吗？这3个字，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身后的几个保安原本摩拳擦掌，现在也有些不知所措，纷纷看向他们的老板。一个开发商老板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业主当众叫板，问他敢不敢去自己的楼盘，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林大强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有何不敢？他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依然掌控着局面。小子，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他对杨鹤鸣使了个眼色，叫上那几个车主，我们一起去。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杨鹤鸣如猛大赦，连连点头。他转身就要去打电话。等等，我叫住了他。所有人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我身上。就这么几个人，不够热闹。我拿出手机，不紧不慢地打开了微信。林大强的眼皮跳了一下。什么意思？我没理他，直接在那个300多人的翡翠江南业主群里发出了一段文字。翡翠江南3期的业主们，大家好，我是12栋1201的业主谢林。今天物业和开发商林总找到我说，我家的窗户掉下来，砸了楼下5辆车，让我赔偿40万。但我记得我们3期烂尾2年，12栋的楼体根本没盖到12层。现在开发商林总和物业杨经理要带我去现场对质，证明是我家的窗户掉了。我对建筑不太懂，怕被他们忽悠了。有没有懂行的邻居，或者有空闲的邻居一起过去看看，帮我做个见证。地点就在3期工地门口，半小时后见。然后我收起手机，抬头看向脸色已经黑如锅底的林大强和杨鹤鸣。林总人多力量大，也免得你说我欺负你。我微微一笑。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杨鹤鸣的嘴唇都在哆嗦，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怎么也没想到我敢把事情捅到业主群里去，那里面积压了多少对开发商和物业的怨气，他比谁都清楚。这哪里是去找人作证，这分明是往火药桶里扔了一颗炸弹。林大强的眼神已经不只是阴冷了，那是一种想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怨毒。他死死地攥着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他知道他已经骑虎难下了，现在去是面对一个谢林和一群愤怒的业主，现在不去就是心虚，就是默认了。谢林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哪个选择，他今天都注定要颜面扫地，而这一切都是被眼前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一步步逼到了绝路上。走！林大强从牙齿里蹦出一个字，他猛地一甩手，转身就朝楼下走去。那背影充满了被逼到绝境的愤怒和孤注一掷的疯狂。杨鹤鸣和其他几个保安屁滚尿流的跟了上去。我关上门，不紧不慢地换了双鞋。我知道今天这场戏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我不仅是主角，还是唯一的导演。翡翠江南3期的工地门口从未如此热闹过。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有那5位倒霉的车主，一个个愁眉苦脸，看着自己的爱车唉声叹气。有林大强和他带来的几个保安，个个面色不善，像一群准备斗殴的公鸡。杨鹤鸣站在林大强旁边，不停地擦着汗，眼神慌乱地在人群里扫来扫去。而更多的是从4面8方赶来的翡翠江南业主。我的那条微信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沉寂已久的业主群里炸开了锅，积压了2年的怨气，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人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从各个小区汇集而来，把小小的工地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我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人群自动给我让开一条路。谢林来了，小谢别怕，我们都给你撑腰。对，今天我们几百号人都在这，看他开发商能怎么着。一声声支持从4面8方传来，
我冲大家点了点头，径直走到林大强面前。他身边的几个保安立刻紧张起来，下意识的想拦住我。林大强抬了抬手制止了他们。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他如果还搞这些小动作，只会显得更加心虚。你倒是挺会煽动人心。林大强盯着我，冷笑着说：“把事情闹这么大，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个事实。我平静的回答：“那就是我的窗户到底是怎么砸到车的。”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人群里发出一阵哄笑，一个大妈扯着嗓子喊道：“是啊，林总，我们也想知道，一个没盖好的房子是怎么长出窗户的？难道是你们开发商法力无边，给它变出来的？”这声嘲讽引爆了全场。对啊，变一个给我们看看。林总，你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谁也别想走。退钱烂尾楼！退钱！群情激愤，口号从一开始的讨个说法，逐渐变成了退钱。林大强的脸色已经从铁青变成了酱紫。他今天本来是想用权势和金钱来碾压一个不听话的小业主，却没想到被对方反将一军，让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悔意和杀意，他后悔自己太轻敌，居然会亲自上门，更想杀了我这个搅动风云的始作俑者。都给我闭嘴！林大强猛地一声咆哮，他毕竟是当老板多年的，这一声怒吼还真让现场安静了片刻。他指着我，又指了指身后那栋孤零零的烂尾楼。你说楼没盖到12层是吧？好，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杨鹤鸣打开工地大门，让所有人都进去看。林大强像是豁出去了。我们现在就上楼，一层一层的数，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看，到底是我林大强盖的楼有问题，还是他谢林这个人有问题。他指向了通往楼顶的那段简陋的混凝土楼梯。我们就去1201的门口见。说完，他一马当先，推开保安，大步流星地朝工地里面走去，那样子仿佛一个即将走向刑场的将军，悲壮又滑稽。人群骚动起来，所有人都没想到林大强居然真的敢让大家进去。难道他说的是真的？难道楼真的盖到了12层？难道谢林是在撒谎？无数双疑惑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笑了笑，抬脚跟了上去。好戏终于要登场了。工地的环境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地上满是钢筋碎石和干涸的水泥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和发霉的味道。那栋所谓的12栋，就像一具巨大的未完工的骨架，矗立在荒草丛中。林大强走在最前面，身后是杨鹤鸣和几个保安，在后面是我，以及黑压压一大群业主。没有电梯，我们只能走楼梯。那楼梯只是一个初步浇筑的混凝土，架子没有扶手，边缘还有很多碎石，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可能崴到脚。林大强每上一层都像在给自己打气，他的脚步很重，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噔噔的响声。业主们跟在后面，一开始还有人议论纷纷，但随着楼层越来越高，大家都渐渐沉默了。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亲自丈量着这个他们用血汗钱买来的家。墙壁是灰色的，上面布满了施工时留下的孔洞和标记，很多房间的门口都用红漆写着漏水墙体开裂等字样，那是之前有业主偷偷跑进来勘察后留下的。越往上走，施工的痕迹就越潦草。到了8楼，连内墙都没有砌，只有一个巨大的框架。到了9楼，地面上还堆着很多没有用完的建材，钢筋杂乱的散落一地。杨鹤鸣的脚步开始变慢了，他额头上全是汗，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怕的。他好几次偷偷回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现在才想求饶，晚了。10楼，林大强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他站在10楼的平台，扶着一根光秃秃的柱子，喘着粗气。到了这里，连外墙的砖都还没开始砌，风从空洞的窗户里灌进来，吹得人脸颊生疼。11楼，他喊出这一声的时候，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颤抖。11楼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基本上就是一个毛坯的顶层平台，地面没有完全找平，头顶就是裸露的钢筋和模板，向上延伸的楼梯在这里戛然而止。楼梯的尽头再往上是一片空荡荡的灰蒙蒙的天空，根本没有通往12楼的路，更没有所谓的12楼。这栋楼封顶在了11层。死寂现场一片死寂，几百号人就这么站在11楼的顶层，吹着冷风，看着那断掉的楼梯和楼梯尽头之外的虚无。所有人都明白了，从一开始谢林说的就是真的。这场闹剧从物业杨鹤鸣打出那个电话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诬陷。林总，杨鹤鸣的声音抖得像筛糠，他脸色惨白，毫无血色，哆哆嗦嗦地指着那节断头楼梯。这12楼。林大强站在楼梯的最高处，身体僵硬得像一尊雕像，他低着头，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毁灭般的气息。在几百个业主的亲眼见证下，他作为一个开发商，连自己盖的楼有几层都不知道，还气势汹汹地带人来对峙，他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天大的笑话。人群中终于有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嗤笑，这声笑像一个开关，瞬间压抑的哄笑声、嘲讽声、怒骂声响彻了整个楼顶。我的天啊，真的没盖，笑死我了！牛逼啊，林总，用意念盖楼，用意念安窗户，再用意念砸车，是吧？骗子，你们就是一群骗子，退钱必须退钱。林大强在山呼海啸般的嘲讽中猛地抬起了头，他的眼睛血红，布满了血丝，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他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我迎着他的目光缓缓走到那节断头楼梯前，然后我抬起脚踩在了那最高的一级台阶上，站在了林大强的身边。我伸出手指了指我们头顶上那片空无一物的虚空，然后我转过头看着他，用一种不大但足以让他听清的声音平静地问道：林总，我的窗户在哪儿呢？我的问题像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压垮了林大强摇摇欲坠的理智。他血红的眼睛死死地锁定我，那是一种混杂着嫉妒、羞辱、怨毒和疯狂的眼神。他想反驳，想咆哮，想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我，但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冷酷且不容置疑。我们头顶上空无一物，只有呼啸而过的冷风，像是在无情地嘲笑着他的愚蠢和狂妄。现场的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肆无忌惮。几百部手机高高举起，摄像头像几百只眼睛，将他此刻狼狈不堪的模样贪婪地记录下来。这些视频很快就会传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他林大强成为年度最大的笑柄。他毕生经营的体面和威严，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废物，你这个废物！突然，林大强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他猛地转过身，一把揪住了旁边早已魂不附体的杨鹤鸣的衣领。他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既然无法驳倒我，那就把所有的责任和羞辱都转嫁到这个始作俑者身上。都是你，是你告诉我他家窗户掉了，是你告诉我他想讹诈，是你把我骗到这里来的。林大强的唾沫星子喷了杨鹤鸣一脸，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疯狂地摇晃着杨鹤鸣那已经瘫软如泥的身体。杨鹤鸣吓得语无伦次，裤裆里传来一股骚臭味，他竟是当场吓尿了。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楼没盖好。你不知道？林大强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杨鹤鸣脸上，啪的一声，清脆无比。现场的哄笑声瞬间停止了，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你是物业经理，你管着这片小区，你他妈的告诉我，你不知道楼有几层？林大强咆哮着，又是一个耳光。你就是个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公司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他似乎要把今天所受的全部屈辱都加倍奉还给杨鹤鸣。杨鹤鸣被他打得嘴角流血，整个人都懵了。然而当极致的恐惧和疼痛袭来时，求生的本能反而让他清醒了过来。他知道今天这事儿他死定了，林大强绝对会把他当成替罪羊，让他去背这口黑锅，去承受车主和所有业主的怒火。既然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拉个垫背的。不是我。杨鹤鸣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他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推开林大强。是你自己要来的。他指着林大强，歇斯底里的大喊：我在电话里跟你汇报的时候就说过那个业主提了烂尾楼的事，是你自己不信，说他是个想讹钱的无赖，是你自己说要过来会他，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你还给了我10万块钱的支票，让我去堵他的嘴，你想用钱把这事压下去。杨鹤鸣的话像一颗又一颗的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如果说之前林大强还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下属蒙蔽的不明真相的受害者，那么现在杨鹤鸣这番狗急跳墙的指控则彻底撕下了他最后的遮羞布。不是被蒙蔽，他是明知可能有问题，却依然选择用权势和金钱来强行压制，结果一脚踢在了铁板上，性质完全变了。林大强的脸色从酱紫变成了死灰，他没想到杨鹤鸣敢当众反咬他一口，他疯了一样扑上去，想要堵住杨鹤鸣的嘴。两个人，一个开发商老板，一个物业经理，就在这烂尾楼的11层顶楼，在几百名业主的围观下，像两条疯狗一样厮打在了一起。我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这场闹剧，然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喂，你好，叔叔同志吗？我要报警，翡翠江南3期工地，这里有人涉嫌敲诈勒索，现在又发生了暴力斗殴事件，对人很多，场面快要失控了，麻烦你们快点来吧。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工地上空的喧嚣，红蓝交替的警灯映照在每个人脸上，也给这场荒诞的闹剧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正在地上扭打成一团的林大强和杨鹤鸣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动作僵住了。他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整理着自己凌乱不堪的衣服，脸上都挂了彩，狼狈到了极点。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开发商老板和物业经理，此刻在警灯的威慑下，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低着头不敢作声。几名警察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叔叔，国字脸，眼神锐利。他扫视了一圈现场，目光在扭打的二人和周围举着手机的业主身上停留了几秒，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是你报的警？他问我，我点了点头。是的，叔叔同志。怎么回事？简单说一下。我还没开口，林大强就抢先一步，挤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叔叔同志，误会都是误会。他快步走到叔叔面前，想去掏口袋里的名片和烟，但手抖得厉害，半天没掏出来。我们公司和业主之间有点小纠纷，沟通上出了点问题，情绪激动了点，没多大事，我们自己私下解决就行。他避重就轻，试图把一场涉嫌敲诈和欺诈的公开丑闻定性为一场可以私了的内部纠纷。中年叔叔看了他一眼，没接话，而是继续看着我，示意我继续说。我知道现在是决定事件走向的关键时刻，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情绪激动，也不能添油加醋，我需要做的只是陈述事实。叔叔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把整个过程用最客观、最不带个人情绪的语言完整的复述了一遍，没有一句指责，但每一句都是对林大强和杨鹤鸣最致命的指控。中年叔叔听完沉默了，他锐利的目光在林大强和杨鹤鸣之间来回扫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叔叔，他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对他人进行大额索赔，并伴有威胁、恐吓、利诱等行为，这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未遂。更何况
现场还有几百名业主，因为烂尾楼的问题群情激愤，这已经是一个潜在的群体性事件。他意识到这事情绝对不能私了。行了，情况我基本了解了。中年叔叔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们几个，谢林、林大强、杨鹤鸣都跟我回所里一趟，做个详细笔录。他又对其他几名叔叔说：“把那几位车主也带上，作为相关人，现场其他人疏散吧，不要在这里聚集了。”林大强的脸彻底没了血色，他知道进警局性质就全变了。叔叔同志，真不用，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中年叔叔瞪了他一眼，语气不容置疑。林大强把剩下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作为报案人，林大强和杨鹤鸣作为嫌疑人，还有那5位一脸懵逼的车主，一起被警察带离了现场。我知道这场战斗的第一个回合我赢了，而且是完胜，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将是更复杂的法律和舆论的战场。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夜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却让我混沌了一下午的头脑清醒了不少。我做了将近3个小时的笔录，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又复述了一遍。林大强和杨鹤鸣被分开审讯，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从办案民警偶尔透露出的信息来看，那2人已经彻底反目，互相推诿责任，把对方描述成了主谋。至于最终如何定性，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敲诈，那就要看警方的调查结果了。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是别想安生了。我回到家，刚打开门，就被手机里传来的一连串密集的信息提示音给淹没了。业主群里几百号人正在疯狂的艾特我，未读消息999加，群里充斥着各种赞美、吹捧和询问。我谢林，一个普普通通的烂尾楼业主，在今天意外的成了几百户家庭心目中的英雄和主心骨。除了微信，还有10几个未接来电，大多是陌生号码。我随意回拨了一个电话，很快被接通。喂，您好，是谢林先生吗？一个清脆的女声传来。我是江城都市报的记者，我们看到了今天在翡翠江南工地上发生的事情的视频，想对您做一个独家专访，请问您方便吗？记者，我愣了一下，看来楼顶上那些业主拍的视频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发酵了，事情的传播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婉拒了记者的专访请求，告诉他目前还不方便接受采访。挂断电话后，我陷入了沉思。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自证清白，不被讹诈那40万。但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对抗无良开发商的旗帜性人物。这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风险。林大强这样的人在江城经营多年，人脉和势力盘根错节。今天他虽然当众出丑，但绝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一旦他缓过劲来，必然会对我进行疯狂的反扑和报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很难与他抗衡到底。我看着业主群里那些充满期盼的文字，突然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我不能再单打独斗了，我需要把这几百户业主的力量真正的凝聚起来，把个人的维权变成集体的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和林大强抗衡的资本，也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解决烂尾楼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想到这里，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我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类似的维权成功案例。仅仅戳穿一个谎言是不够的，我要把这件事办成一个铁案，一个足以让林大强伤筋动骨，让他为自己的傲慢和欺诈付出惨痛代价的铁案。我要的不仅仅是一句道歉或者一点赔偿，我要的是我们所有业主拿回本就属于我们的房子，以及迟到的正义。我翻找着通讯录，找到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名字，那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毕业后考进了江城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是一名资深律师了。或许是时候请专业人士登场了。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他的电话。喂，老同学，是我谢林，有个大案子，有没有兴趣接电话？接通的时候，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略带调侃的声音。哟，谢大老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居然想起给我这个打工仔打电话了。打电话的是王峰，我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也是我们那一届法学院最出名的学霸。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江城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拼劲，短短几年就成了所里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我没心情跟他开玩笑，直接开门见山。老王出事了，想请你帮个忙。王峰立刻收起了玩笑的语气，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怎么了？慢慢说，别急。我花了大概10分钟，把从接到杨鹤鸣电话开始，到最后被警察带去派出所的整个过程，原原本本的跟他讲了一遍。电话那头，王峰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听着，直到我说完，他才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轻笑。老谢，你这哪是出事了？你这是捡到宝了。我被他这句话说的一愣。什么意思？我都被人指着鼻子敲诈勒索了，还捡到宝了？你不懂。王峰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职业性的兴奋。一个单纯的烂尾楼敲诈案，虽然标的额可能很大，但打起官司来旷日持久，开发商有的是办法跟你拖个3年5年，很多业主自己就耗不起了。但你这个案子不一样。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你的案子有一个完美的切入点，一个能瞬间引爆舆论，并且让开发商在法律和道德上都站不住脚的切入点，就是这个不存在的窗户。王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核心。开发商的愚蠢和傲慢给你送来了一份天大的礼物，物业勾结开发商，用不存在的窗户诬陷业主索赔40万。这个标题够不够劲爆？任何一家媒体，任何一个自媒体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新闻。
这叫什么？这叫天雨福取，反受其咎。我不得不佩服他职业的敏锐性。我还在想着如何应对林大强的报复，他已经看到了整件事背后可以利用的巨大价值。那你的意思是？我问。我的意思很简单。王峰的声音变得果断而清晰。我们不能只盯着你个人被诬陷这件事，要把火烧得更大，直接烧向烂尾楼这个根本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帮你一个人洗脱冤屈，而是代理所有3期业主对开发商提起集体诉讼。你这次的事件就是我们吹响冲锋号的号角，你立刻在业主群里发布公告，号召所有业主团结起来，成立业主委员会，统一行动。你现在是他们的英雄，你说的话比任何人都有分量。第二，尽快组织一次全体业主大会，现场让所有愿意参与集体诉讼的业主签署授权委托书，把他们的购房合同付款凭证这些证据都收集起来，这是我们打官司的弹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把今天所有相关的视频、录音、照片，还有你做的笔录内容都整理一份给我，我会让我的团队连夜起草一份最严谨、最犀利的律师函和起诉状，同时我会帮你联系几家有分量的媒体，我们要主动出击，把舆论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林大强这种人最怕的就是阳光，我们就把所有事情都摊在阳光下，让他无所遁形。王峰的一番话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瞬间让我原本有些混乱的思绪变得明朗起来。是的，他说的对，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只有把所有被伤害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合力，我们才能真正撼动林大强这棵看似根深蒂固的大树。好，我沉声应道，就按你说的办。律师费方面，提什么钱？王峰笑骂道，这个案子要是打赢了，名声和影响力比几百万律师费都值钱，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全力去做你该做的事，法律上的事交给我。挂断电话，我胸中涌起一股久违的热血。我看着手机里那个依旧在疯狂闪烁的业主群，知道一场真正的硬仗即将开始，我不再犹豫，找到那个熟悉的微信群，深吸一口气，开始编辑一条将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公告。各位翡翠江南3期的邻居们，我是谢林，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但仅仅戳穿一个谎言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是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我已咨询专业律师，决定对开发商提起集体诉讼，法律的武器已经备好，现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提议本周六上午10点，在小区旁的社区活动中心召开首次全体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签署法律文件。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我们所有人愿意战斗的请来。我的公告像一颗照明弹，瞬间照亮了沉寂的夜空。业主群里短暂的安静之后，爆发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热烈的响应。一个个报名和支持的接龙迅速刷满了屏幕，积压了2年的怨气和失望，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最具体、最光明的宣泄口。人们不再是抱怨和谩骂，而是开始讨论如何行动，如何为即将到来的斗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最后的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人民的力量一旦被唤醒和组织起来，将是无坚不摧的。与此同时，江城一家顶级的私人会所里，气氛却压抑得如同冰窖。林大强阴沉着脸坐在价值不菲的红木沙发上，他脸上被杨鹤鸣抓出的血痕还清晰可见，额头上贴着一块纱布，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既滑稽又狰狞。他刚从警局出来，托了多层关系，才勉强办了个取保候审，但他也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今天的事情闹得太大，几百人围观，网上视频满天飞，警方不可能轻易让他脱身。林总，现在网上的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一个穿着阿玛尼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坐在他对面，表情凝重。他是林大强的法律顾问，姓钱，是江城有名的拆弹专家，专门帮富豪处理各种见不得光的麻烦。那个叫谢林的小子，还有今天在场的那些业主，拍的视频已经上了好几个本地新闻 APP 的头条了，标题都很难听。开发商凭空捏造窗户，向烂尾楼业主索赔40万，还有更难听的，说我们是黑社会。钱律师滑动着平板电脑，脸色越来越难看。林大强猛地抓起桌上的水晶烟灰缸，狠狠地砸在对面的大理石墙壁上，烟灰缸4分5裂，发出一声巨响。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也敢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林大强胸口剧烈起伏，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他纵横商场10几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硬骨头没啃过，却没想到今天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栽了这么大的跟头。老钱，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指着钱律师的鼻子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让他消失，从江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钱律师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冷静的寒光。林总现在是法治社会，用那种极端手段风险太高了，尤其是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要是出了事，第一个怀疑到的就是您。那你说怎么办？就看着他在外面上蹿下跳，组织那帮穷鬼告我，真让他们搞起集体诉讼，公司都得被他们拖垮。林大强咆哮道：“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把人组织起来。”钱律师的语气阴冷而沉稳。对付这种群体事件，最好的办法从来都不是硬碰硬，而是从内部瓦解他们。他伸出3根手指，第一分话，
那几百户业主不可能铁板一块，有的人急着用钱，有的人胆小怕事。我们马上派人去接触，私下给点好处，签个保密协议，让他们退出。只要有一个人退了，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第二，抹黑那个姓谢的，现在不是被他们当成英雄吗？我们就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查他的底细、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过去。我就不信他是个完人，一点黑料都查不出来。只要找到一个污点，我们就花钱请水军在网上传播，把他塑造成一个为了个人利益煽动群众的野心家。英雄一旦有了污点，就会比普通人更让人厌恶。第三，施压，法律的归法律，我会组建最强的律师团队跟他打官司，你负责动用你官场上的关系，给相关部门打招呼。一个普通的集体诉讼，只要拖着审着来回扯皮，时间一长，那些业主的锐气自然就磨没了。钱律师的一番话条理清晰，阴毒无比，让林大强暴躁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他重新坐回沙发上，脸上露出一抹熟悉的残忍的冷笑。好啊好啊，老钱还是你脑子好使。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黑狗吗？是我。帮我查个人叫谢林住在，对，把他从小到大的所有事都给我查个底朝天。另外再帮我办件事，翡翠江南3期的业主名单，我等下发给你。你找几个机灵点的人，挨个去拜访一下，告诉他们跟我林大强作对是什么下场。挂断电话，林大强端起桌上的红酒一饮而尽。他看着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慌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毒蛇般的阴狠。小子，游戏才刚刚开始。周六的业主大会比我想象中还要成功，社区活动中心里乌泱泱的挤满了人，过道和门口都站满了，粗略估计来了不下300户。王峰也带着他的2名助理亲自到场，为业主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并现场解答各种关于烂尾楼的专业问题。大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在我的主持下，我们顺利地通过了章程，并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出了一个7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我毫无悬念地被推选为主任。在王峰团队的协助下，我们现场就收集到了260多份由业主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堆积如山的购房合同、银行流水等证据材料。看着那厚厚的一叠授权书，我心里百感交集。这不仅是一份份法律文件，更是200多个家庭沉甸甸的信任和期盼。然而林大强的反击也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更阴险。周一早上，我接到了一个业主的电话，他叫陈文兴，是一个50多岁的老师，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电话那头，老陈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哭腔。谢林，不好了，出事了。陈哥，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我心里一沉，立刻意识到不对劲。今天早上我下楼准备开车上班，发现我车子的4个轮胎全被人给扎爆了，车窗玻璃上还用红油漆喷了2个字找死。老陈的声音都在发抖。我老婆吓得当场就腿软了。谢林他们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这是在警告我吗？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好一个林大强，好一个下马威，他不敢直接对我动手，就拿这些普通业主开刀。他很清楚这种阴险的恐吓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心理冲击有多大。陈哥，你先别怕，也别碰车子，保护好现场，我马上报警，然后立刻过去找你。我一边安抚老陈，一边迅速给王峰打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王峰在电话那头冷笑一声，来得正好，我还怕他当缩头乌龟呢。他越是这么做，就越是把他自己往死路上推。你安抚好那位业主，告诉他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武器。保留好所有证据，我会让叔叔立案侦查。这是赤裸裸的恐吓和故意毁坏财物，够他喝一壶的。王峰的冷静和专业给了我巨大的信心。我立刻赶到老陈家的小区，叔叔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老陈夫妻俩脸色苍白地站在一边，周围围了不少邻居，都在议论纷纷。我走过去拍了拍老陈的肩膀，沉声说：陈哥，别怕，他们这么做恰恰说明他们怕了，他们怕我们团结起来，怕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不叫警告，这叫最后的疯狂。我提高了音量，让周围的邻居都能听到。各位邻居，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开发商的手段，他们不敢在法庭上跟我们辩论，不敢在阳光下解决问题，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吓唬我们。群众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林大强的恐吓不仅没有瓦解我们的意志，反而激起了所有人心中的同仇敌忾。看到这一幕，我彻底放下心来。我走到一边，拨通了那个我只存了号码一直没有回复的电话，江城都市报的记者。喂，你好，是陈记者吗？我是谢林。谢先生你好你好，我一直等您电话呢。电话那头的女生显得非常激动。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采访。我平静地说，但不是我一个人的专访，我希望你们能帮忙组织一场新闻发布会。我们翡翠江南业主委员会有一些重要的证据要向全社会公布。证据？什么证据？陈记者敏锐地追问。关于开发商如何凭空捏造事实进行勒索的完整证据链，关于他们如何用黑社会手段威胁恐吓业主的最新证据，以及关于翡翠江南烂尾楼背后可能存在的更严重的违规问题。我每说一句，都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倒吸凉气和急速敲击键盘的声音。谢先生，你放心，这绝对是今年的头版头条新闻发布会，我们报社来帮你们组织，我们会邀请全江城，不，全省所有有影响力的媒体参加，
陈记者兴奋地保证道。时间就定在后天上午10点，地点我们会找一个足够大的会议厅。好，一言为定。挂断电话，我看着那辆被毁坏的汽车和上面那2个鲜红刺眼的找死。林大强，你不是想玩吗？那我就陪你玩一场大的。我要把你所有的阴谋和肮脏都暴露在全城乃至全国人民的聚光灯下，我倒要看看，当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这条躲在阴沟里的毒蛇还能往哪里逃？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闪光灯亮得像白昼，长枪短炮般的麦克风从4面8方伸向发布台，像一片密不透风的金属森林。江城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媒体都来了。电视台的摄像机在后排架起了一道高墙，前排的记者们则奋笔疾书，或者举着手机进行着现场直播。我坐在发布台的中央，身旁是穿着一身笔挺西装，显得格外专业干练的王峰。业主委员会的其他几名成员，包括脸色依然有些苍白的陈文兴，坐在我们的侧后方。作为全体业主的代表，台下是近100双充满探究和兴奋的眼睛，他们是嗅觉最灵敏的鲨鱼，而今天他们闻到了血腥味。我清了清嗓子，对着面前的麦克风，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语调开口了：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谢林，翡翠江南3期12栋1201的业主。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相机快门咔嚓咔嚓的声音。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澄清一件事，并向全社会公布一些事实。我按下了面前笔记本电脑的空格键，身后的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张高清照片，那是一栋孤零零的烂尾楼。照片的焦点对准了那截在11楼戛然而止的断头楼梯。几天前，我接到了翡翠江南物业杨经理的电话，他声称我这套1201的房子掉落了一扇窗户，砸坏了楼下5辆汽车，要求我赔偿40万元。我话音刚落，台下的记者群中就响起了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和低语。虽然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了相关视频，但此刻由当事人亲口说出，那种荒诞感和冲击力依然无比强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事发后我与开发商林大强先生、物业杨经理以及上百名业主一起到现场勘察时拍摄的。事实是我这套房子所在的第12层根本就没有被盖出来。我再次按下空格键，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那正是楼顶对峙时，林大强气急败坏地指着虚空质问我为何要蛊惑人心，而我平静地反问他我的窗户在哪儿的经典片段。视频虽然有些晃动，但对话内容清晰可闻。林大强的色厉内荏，我的冷静反问，以及周围业主们山呼海啸般的嘲笑声，形成了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对比。台下的记者们眼睛都亮了，这可是最直观最劲爆的新闻素材。一个不存在的楼层，一扇不存在的窗户，却要我赔偿40万元。我关掉视频，目光扫视全场。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我没有直接定性，而是把问题抛给了所有人，但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不等记者们发问，我继续说道：然而事情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当我们业主决定团结起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我们等来的不是开发商的道歉和解决方案，而是更加卑劣的恐吓和报复。我再次切换了 PPT，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照片，一辆黑色的轿车，4个轮胎干瘪的塌陷着，车窗玻璃上用刺目的红油漆喷涂着2个狰狞的大字找死。这位是我们业主委员会的成员陈文兴先生。我指向身边的老陈，老陈在我的示意下站了起来，对着镜头沉痛地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早上，陈先生准备上班时，发现自己的车变成了这样，这就是开发商对我们业主的回应。他们不敢正面面对我们的诉求，就想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让我们害怕，让我们退缩。现场一片哗然。如果说之前的窗户事件还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荒诞，那么此刻这血淋淋的恐吓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不寒而栗的愤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了，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我给了王峰一个眼神，王峰会意拿起了他面前的麦克风。各位好，我是谢林先生及翡翠江南业主委员会的代理律师王峰。他一开口就展现出了顶级律师的气场。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开发商及物业相关人员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民事侵权，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的方法对业主进行威胁，索要巨额财物，已经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其后对业主委员会成员进行喷漆、扎胎等恐吓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及故意毁坏财物罪。王峰每说出一个罪名，都像一颗重锤，狠狠地敲在所有人的心上。在此，我们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我们已经代表超过260户翡翠江南3期业主，向江城市人民法院正式提交了集体诉讼申请，要求开发商立刻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尽快履行合同，完成楼盘的后续建设。同时，我们也已经将相关犯罪线索整理成完整的材料，提交给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王峰的话掷地有声，逻辑严密，瞬间将整个事件的性质从一个社会新闻拔高到了严肃的法律层面。最后话筒再次回到我的手中，我站起身，对着台下所有的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各位媒体朋友，我们今天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所有和我们一样掏空了3代人的积蓄，去换来一套烂尾楼的普通家庭。我们要的不是赔偿，不是怜悯，我们要的是公道，是法律的尊严，是我们本该拥有的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谢谢大家。说完，我直起身，现场安静了3秒钟，然后像是引爆了炸药库，无数只手高高举起，无数个问题潮水般涌来。发布会进入了最高潮的
阶段，而我知道这一刻战争的号角才算被真正的吹响。林大强是在他的私人高尔夫球场的休息室里看到这场新闻发布会直播的。巨大的液晶屏幕上，正是我和王峰在台上慷慨陈词的画面。当大屏幕上出现那辆被扎爆轮胎、喷着着死红漆的汽车照片时，林大强猛地站了起来，他身边的前律师脸色也瞬间变得无比难看。蠢货，我让他们去分化，去施压，谁让他们搞这种留下把柄的蠢事的？林大强气得浑身发抖，他抓起手边一只价值不菲的雪茄，狠狠地摔在地上，用昂贵的定制皮鞋碾得粉碎。他没想到自己这边刚刚布下棋子，对方的反击就来得如此迅猛，如此致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反击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审判。那个姓谢的小子和他的律师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开在了桌面上，摊在了全城人民的眼皮子底下。他们不仅没有被吓到，反而借着这次恐吓事件，把自己塑造成了悲情的受害者，占据了所有的道德制高点。林总，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钱律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的运转着。当务之急，立刻切断我们和这件事的联系。那几个动手的人马上离开，绝对不能让叔叔顺藤摸瓜查到。还用你说？林大强冲着电话咆哮，对他那个专门处理脏活的下属下达了命令。挂断电话，他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焦躁的来回踱步。屏幕上记者提问环节已经开始，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像一把把尖刀，扎得他心口生疼。谢先生，你担不担心林大强的报复？屏幕里的谢林面对这个问题，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因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担心被报复，那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所有人担心的事情。我相信法律，也相信官方。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发布会结束后不到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就开始疯狂地响起。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个平时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喂，林总啊，你现在在哪儿呢？看新闻了吗？哎呀，这事儿闹得有点大，那个总行这边下了通知，要重新评估一下你们公司的信用风险，你们下个季度的开发贷款可能要暂缓一下。第二个打来电话的是城建的工作人员。大强啊，你怎么搞的？这么点小事怎么捅到媒体上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那个3期的问题调查组准备进驻了，你好自为之吧。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合作方、供应商等等，一个个电话像一盆盆冰水，从头到脚把他浇了个透心凉。所有人都像在躲避瘟疫一样，忙着跟他撇清关系。他辛辛苦苦经营了10几年的生意，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面前，脆弱的像一张纸，树倒猢狲散。不，树还没倒，那些猴子就已经开始另寻高枝了。钱律师看着失魂落魄的林大强，知道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他原本制定的分化抹黑施压3步走战略，第一步分化直接导致了对方的强力反弹，第3步施压则因为势力的介入而彻底失效。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张牌了，抹黑。林总，律师走到林大强身边，声音压得极低。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兵行险着了，常规的办法已经没用了，必须把他本人搞臭。只要他人设崩了，他说的所有话，做的所有事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林大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血红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一丝希望。那边有消息了吗？查到什么没有？查到了一点东西。钱律师的眼中闪过一丝阴狠。那个谢林3年前在他上一家公司是被辞退的，理由是挪用公款。挪用公款？林大强的眼睛瞬间亮了。这是真的吗？有证据吗？当时的案子没有报案，公司内部处理了。据说是他把一笔5万块的业务款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里，被公司财务发现了。后来他把钱退了回去，公司才没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只是把他开除了。钱律师说道。虽然没有案底，但这件事足够我们做文章了。好，他太好了。林大强激动地搓着手。一个有过挪用公款前科的人，现在跳出来当领袖，说要为民请命，谁会信他？他就是个想借机出名、趁机捞钱的骗子。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谢林被万人唾骂的场景。老钱立刻去办，花钱找全网最好的水军，把这个消息给我传遍每一个角落。我要让他从英雄变成过街老鼠。钱律师点了点头，眼中闪动着算计的光芒。放心吧，林总，网络这片战场水深得很，一个普通人想跟的力量斗，他还嫩了点。他拿出手机开始联系那个隐藏在网络阴影里的灰色帝国。他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再失败，那么等待林大强和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抹黑行动。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第2天晚上，悄无声息地开始了。最先出现异状的是江城本地最大的一个网络论坛，一篇标题为惊天反转烂尾楼，维权英雄谢林静曾因挪用公款被开除的帖子被一个新注册的 ID 发布了出来。帖子的内容写得有鼻子有眼，详细描述了3年前谢林在一家名为宏达科技的公司工作时，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一笔5万元的公款转入私人账户，后被公司发现，被迫退还赃款并被开除的内幕。帖子还附上了一张所谓的内部通道截图，虽然关键信息都打了马赛克，但那种格式和口吻看起来颇有几分可信度。这篇帖子一发出来，立刻就被大量的顶和回复推上了论坛首页最显眼的位置。我操，真的假的？这反转也太快了吧！我就说嘛，天下哪有这么完美的人？原来是个手脚不干净的货色，细思极恐啊！一个挪用过公款的人，现在带着几百户业主打官司，你们猜他的目的是什么？不会是想从开发商那里敲一大笔封口费，然后自己独吞吧？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人设崩得太快了，吃瓜群众表示看不懂啊。紧接着同样的内容开始像病毒一样在
在网络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里疯狂扩散，无数个看起来像是普通网友的账号，用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术，反复强调着挪用公款、人品问题、动机不纯这些关键词。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试图将我从维权英雄的神坛上拽入泥潭。王峰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电话里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老谢别慌，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对方开始出牌了，挪用公款。我听到这个指控，先是一愣，随即气笑了。他们还真能编，3年前那件事根本不是挪用公款，到底怎么回事？王峰追问，我简单的跟他解释了一下。3年前我在那家公司做销售，当时谈成了一个客户，对方急着要货，但公司的财务流程又很慢，为了不耽误发货，我用自己的钱先给公司垫付了那笔货款，然后让客户把钱直接打到了我的卡上。这笔操作我事先跟我的直属领导报备，并且留下了所有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后来公司新来了一个财务总监，为了树立威信搞内部审查，就把我这件事翻了出来，硬说我这是违规操作，有挪用公款的嫌疑。虽然我拿出了所有证据证明了我的清白，但那个新官上任3把火的财务总监还是坚持认为我破坏了规矩，最后公司以严重违反财务制度为由辞退了我。我当时年轻气盛，也懒得跟他们纠缠，拿了赔偿金就走人了。没想到这件陈年旧事居然被林大强他们挖出来，加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王峰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原来如此，老谢这不但不是黑料，反而是一份大礼。什么意思？我不解。你想想，他们费尽心机把你从小到大查了个底朝天，最后只能拿出这么一件歪曲事实的陈芝麻烂谷子来攻击你，这说明什么？王峰反问我，我瞬间明白了，这说明我这个人干净的，让他们绝望。没错，王峰笑道，他们找不到你任何真正的污点，只能靠造谣，而谣言是最容易被戳破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回应这件事，让他们尽情的表演，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为什么？因为捧得越高，摔得越惨。等他们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来，把谢林人品有问题这个概念炒到最热的时候，我们再把完整的证据链一次性的甩出来，到时候公众的反噬会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猛烈。林大强这是在用自己的性命为你做背书啊！我不得不佩服王峰的谋略，他总是能从最危险的地方看到最有利的战机。与此同时，业主群里也炸开了锅，那些网上的谣言不可避免的传到了群里。我看着群里此起彼伏的讨论，知道我必须说点什么来稳定军心。我没有长篇大论的去解释，也没有愤怒的去辩驳，我只是在群里发了一段很短的话。各位邻居，感谢大家的关心。关于网上的留言，我只有一句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的敌人是无良的开发商，而不是我谢林的过去。请大家不要被这些盘外招转移了视线。我们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拿回我们的房子。明天上午，王峰律师会代表我们发布一份正式的律师声明，回应一切质疑。请大家相信法律，相信事实。我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骚动的业主群慢慢平息了下来。绝大多数业主都选择相信我，相信那个带领他们戳穿谎言的人。而此时的我，正按照王峰的指示，把我3年前保留下来的所有证据和领导的聊天记录截图、我的垫款转账凭证、客户打款给我的银行流水，以及当时公司给我的离职通知书，全部整理打包，发送到了他的邮箱。林大强、钱律师，你们想玩舆论战是吗？好啊，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自掘坟墓。网络上的风暴比钱律师预想的还要猛烈，但方向却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谢林挪用公款的黑料，在水军的推动下，确实在短时间内占据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然而，这种由资本强行催生出来的热度根基是虚浮的，充满了人工雕琢的痕迹。太多的网友用着相似的句式，在不同的地方发表着雷同的评论。这种整齐划一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真正网民的警觉和反感。怎么回事？一觉醒来，所有地方都在说谢林人品有问题，这也太巧了吧！点开几个骂的最凶的账号主页看看，全是今天刚注册的，或者以前从不发言的僵尸号。这水军的痕迹也太明显了。开发商是把网友当傻子吗？我开始有点相信谢林了。如果他真有那么多黑料，为什么偏偏在新闻发布会拍完，开发商最被动的时候爆出来？这叫围魏救赵，不这叫狗急跳墙。舆论非但没有一边倒的指责我，反而迅速分化成了2派，一派是水军和被带了节奏的跟风者，另一派则是保持理性和怀疑的自来水。2派人马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将事件的热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所有人都像在等待一个最终的判决，等待着谢林本人或者他的律师站出来给出回应。林大强和钱律师显然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在他们看来，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总有生根发芽的一天。只要谢林人品不行，这个概念被反复提及，就必然会动摇业主们的军心。他们要的不是所有人都信，只要有一部分人信，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业主群里确实出现了一丝裂痕，最先动摇的是那些当初买房就是为了投资，房子烂尾对他们生活影响不算致命的业主。头像是在夏威夷度假的业主在群里发了一长段话：各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这个谢林，我们以前谁也不认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网上都这么说了，无风不起浪啊。
万一他真的跟开发商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把我们所有人都卖了，到时候我们找谁哭去？他的话立刻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是啊，集体诉讼听着是好，但到时候万一输了，我们连最后一点跟开发商谈判的资本都没有了。听说已经有人接到开发商那边的电话，说愿意原价退房，再给一点利息补偿。虽然亏了点，但总比最后血本无归强吧。我决定退出了，我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实在是折腾不起了。谢林，对不住了。一个业主发完这段话，就默默地退出了群聊。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短短1个小时内，就有10几户业主退出了群聊，并联系王峰的助理撤回了他们的诉讼委托。林大强的分化策略，在抹黑战略的配合下，终于开始显现出威力。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和沉重。剩下的业主们虽然嘴上还在互相打气，但谁都能感觉到那股刚刚凝聚起来的气势正在被一点点的侵蚀。就在这时，我终于在群里发了那条清者自清的消息。我的表态像一剂强心针，暂时稳住了大部分人的情绪，尤其是陈文兴等几个业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立刻站出来坚定地支持我，指责那些退群的人是叛徒和懦夫，并号召大家要相信我，相信法律。可我知道，这种口头上的支持是脆弱的，如果不能尽快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彻底粉碎谣言，那么这道裂痕只会越来越大，直到整个联盟彻底崩塌。夜深了，我却毫无睡意。我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心中反复推演着王峰的计划。他在等对方把这场戏唱到结束，等所有人的好奇心和质疑都达到顶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豪赌，赌的是公众的理性和对事实的渴望，也赌的是我谢林这2个字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还能剩下多少公信力。林大强的办公室里，他和钱律师正举着红酒杯庆祝着阶段性的胜利。老钱，你这招高啊，釜底抽薪。你看已经有10几户退出了，照这个趋势下去，不出1个星期，他们那个所谓的业主委员会自己就散伙了。林大强满面红光，一扫前几日的颓丧。钱律师微笑着摇了摇酒杯，镜片后的眼神里闪烁着一丝得意的光芒。林总，这才刚开始，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会有几个前同事以个人名义接受采访，把当年谢林挪用公款的事情做实了，到时候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他。好好好！林大强连说3个好字，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身败名裂，跪在他面前求饶的场景。他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畅快地大笑起来。他并不知道，当一个人在黑暗中笑得最大声的时候，往往也是黎明最接近的时刻。第二天上午10点，正当林大强花钱雇来的那几个前同事准备在某个网络直播间里现身说法时，王峰的雷霆反击毫无征兆地降临了。江城最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君诚律所的官方公众号以及所有合作的媒体渠道，在同一时间发布了一份标题为《关于对谢林先生名誉侵权事件的律师声明》的正式文件。声明开篇便直接点明了近日网络上关于谢林先生挪用公款等言论均为恶意捏造、严重失实的诽谤信息，其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用心极其险恶。紧接着声明并没有空洞的辩驳，而是直接开始罗列证据，进行公开处刑。第一项证据，一份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长图，截图的开头是我向我的前直属上司王总请示。王总，宏达科技这笔单子催得紧，今天必须发货，但走财务流程来不及了，我能不能先用自己的钱垫付5万货款，然后让客户直接把钱打给我，这样最快。下面是王总的回复：可以，特事特办，你先垫吧，注意保留好凭证。这简单的2句对话，瞬间就将挪用的性质变成了经领导同意的垫付。第二项证据，2张银行转账凭证截图，一张是我个人账户向宏达科技公司账户转账5万元的电子回单，时间是当天上午；另一张是客户公司账户向我个人账户转账5万元的电子回单，时间是当天下午。2张凭证时间紧挨，金额一致，与聊天记录完美对应，形成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资金流向闭环，证明了我并没有将公款占为己有，而只是过手了一下。第3项证据，一张公司内部邮件的截图，发件人是我，收件人是我的直属上司王总和公司财务部。邮件内容是我对此次垫付货款事件的全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并附上了所有相关凭证。这封邮件证明了我事后第一时间就向公司进行了完整的报备，行为光明磊落，毫无隐瞒。第4项证据，一张加盖了宏达科技公司公章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扫描件，通知书上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白纸黑字的写着严重违反公司财务报销制度及资金管理规定。王峰特意用红框将这行字标了出来，并在旁边附上了一段言简意赅的法律解读。违反制度与挪用公款是2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属于劳动纪律范畴，后者则涉嫌刑事犯罪。宏达科技公司当年是以违反制度为由与谢林先生解除劳动合同，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谢林先生当年的行为根本不构成所谓的挪用公款。这4项证据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像4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所有造谣者的脸上。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坚固的证据链，将那座由谎言和诽谤构筑的大厦瞬间击得粉碎。声明的最后是君诚律所冰冷的宣战布告，正告所有发布传播上述不实信息的个人平台必须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并向谢林先生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2. 本所以代表谢林先生对最初发布该诽谤信息的网络 ID 江城八哥以及放任谣言传播的江城热点论坛，向人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 本所以掌握初步证据证明，此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抹黑行动
动。系由翡翠江南项目开发商江城红叶地产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在背后策划指使，我们已将相关线索提交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保卫部门，请求立案侦查。对于这种试图通过网络暴力来打击报复的恶劣行径，我们必将追究到底，绝不姑息。这份声明就像一颗深水炸弹，在已经沸腾的网络舆论场中引爆了真正的核聚变。之前还在激烈争吵的两派网友，此刻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几分钟后，评论区彻底炸了，舆论的惊天大逆转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之前那些铺天盖地指责我的声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山呼海啸般的对开发商无耻行径的愤怒，以及对我的同情和更加坚定的支持。我的人设非但没有崩塌，反而在烈火的淬炼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一个清白正直，为了集体利益不惜自身名誉，面对强权和抹黑依旧能用事实和法律冷静反击的完美英雄形象，被牢牢地树立了起来。而这一切都拜林大强和钱律师那看似高明，实则愚蠢至极的抹黑战略所赐。他们亲手为我献上了一顶谁也摘不掉的桂冠。钱律师是在一个紧急会议上看到君诚律所那份律师声明的，当他看到那一条条清晰的证据链和他自己最擅长的那种冷静而致命的法律语言时，他的手第一次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他知道他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专业领域。他像一个自以为是的猎人，精心布置了一个陷阱，却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对方的瞄准镜里。对方不仅看穿了他所有的企图，还利用他的陷阱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反杀。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林大强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一样冲了进来。他把手机狠狠地摔在钱律师面前的桌子上，屏幕上正是那份声明。老钱，这就是你说的兵行险着，这就是你说的让他身败名裂。林大强的声音嘶哑而狂暴，眼睛里的血丝比几天前更多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恐惧、愤怒和绝望的疯狂。现在身败名裂的是我林大强，是我的公司。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几乎是在咆哮。银行的电话又打来了，说要提前收回贷款，调查组明天就要进驻公司。我花了大价钱请的水军头子刚刚打电话告诉我，他的账号全被封了，网警已经找上门了，完了，全完了。林大强像被抽掉了所有力气，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不断地喃喃自语。钱律师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林大强说的都是真的，这艘他赖以为生的大船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沉没，而他就是那个亲手在船底凿了个大洞的人。他想为自己辩解，想说这都是因为情报不准，想说这是对方不按常理出牌，但所有的借口在事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彻底低估了谢林，也彻底低估了谢林背后的那个律师。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愣头青，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高明的布局者。业主群里则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之前那些动摇的甚至退群的业主，一个个又灰溜溜的加了回来，在群里拼命的发着道歉的表情包。整个群的凝聚力经过这次风波的洗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所有人对我的信任几乎变成了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们坚信只要跟着我谢林，就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拿回自己的房子。我没有在群里回应这些吹捧，只是和王峰一起冷静地规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舆论战的胜利只是第一步，他为我们争取到了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团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就在我和王峰通话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打了进来。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而有力的中年男生。您好，请问是谢林先生吗？我是，请问您是？我是江城市委成立的翡翠江南项目问题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我姓王。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真正的大家伙终于登场了。王组长您好。我立刻调整好情绪，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可靠。谢先生，我们调查组已经正式进驻红叶地产，并对翡翠江南项目的所有相关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我们注意到了你们业主委员会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以及你们在网络上发布的诉求和证据。王组长的语气非常官方，但却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对此事高度重视，我们不仅要查清烂尾楼背后的经济问题，更要严肃处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希望你能作为业主方的总代表，明天上午到我们调查组的临时办公室来一趟，向我们提供你们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和证据。我们需要你们的全面配合。没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王组长，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明天上午我一定准时到。挂断电话，我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峰。电话那头的王峰也难得地发出了一声感慨：老谢，你小子这是真的把天给捅破了。顿了顿，语气变得无比严肃。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明天把我们准备的所有材料，包括林大强涉黑涉误的线索全部带上。我们不光要帮业主拿回房子，还要借着调查组这把刀，把林大强这颗长在江城多年的毒瘤连根拔起。我看着窗外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但我的心里却从未如此明亮。我知道这场由一扇不存在的窗户引发的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而我将带着几百户家庭的希望
迎接最终的审判。联合调查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大院内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这里的气氛与外面的车水马龙截然不同，安静肃穆，甚至带着几分压抑。我和王峰提前15分钟到达，王峰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里面装着我们这几天通宵达旦整理出来的所有材料，而我则穿着一身简单的休闲装，神情平静。我们都知道今天这场会面将决定整个事件的最终走向。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将我们引导进一间小会议室，房间不大，陈设简单，一张长条会议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国徽，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桌子的另一头已经坐着3个人，居中的是一位50岁上下的中年男人，国字脸，眉毛很浓，眼神锐利而深邃，不怒自威。他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名牌，但那种久居上位的沉稳气场让人一看便知，他就是调查组的负责人王组长。他身边的2位一男一女看起来像是他的副手，正低头翻阅着文件，表情同样严肃。王组长您好，我是谢林，这位是我的代理律师王峰。我主动开口，不卑不亢地打了声招呼。王组长抬起头，目光在我们2人脸上停留了几秒，那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他点了点头，指了指对面的座位，坐吧。我们落座后，没有人说客套话，会议直接进入了主题。谢林同志，王组长开口了，他声音低沉而有力。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初步了解了翡翠江南项目的一些情况，也看了你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听一听更全面、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调查组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重点是证据。他把证据2个字咬得特别重。我点了点头，看向身旁的王峰。王峰会议打开公文包，将一叠厚厚的装订整齐的文件轻轻推到了会议桌的中央。王组长，各位领导，这是我们准备的所有材料。王峰的声音冷静而专业。整个事件的脉络，我们将其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窗户事件的全过程，证据链。王峰抽出了最上面的一份文件，这里面包括了谢林先生与物业经理杨鹤鸣的完整通话录音，开发商林大强上门威胁的现场录像，以及上百名业主在烂尾楼顶楼现场拍摄的多角度视频。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开发商及物业方在明知楼体未完工的情况下，依然以虚构的事实对谢林先生进行敲诈勒索。王组长身旁的女组员接过文件，迅速地翻阅起来，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第二部分是开发商的打击报复行为证据链。王峰又拿出一份文件，这里包括了业主委员会成员陈文兴先生车辆被毁坏的照片、视频，以及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追踪到的最初在网络上散播谢林挪用公款谣言的 IP 地址和账号信息。同时，这里还有一份我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谢林先生当年离职事件的完整事实与证据澄清报告。这些证据指向一个明确的事实，在业主方决定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后，开发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法的带有威胁性质的手段进行恐吓、诽谤和舆论操控，试图阻挠业主的合法维权行为。王组长的手指轻轻地在桌面上敲击着，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而第3部分也是我们认为最核心的部分。王峰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他拿出了最后一份，也是最关键的一份文件，是我们通过对260多户业主提供的购房合同、付款凭证进行交叉比对和专业分析后发现的江城红业地产有限公司在翡翠江南项目上可能存在的重大经济问题。他翻开文件，指着其中一张由专业会计师制作的资金流向分析图。我们发现所有业主支付的购房款总计超过7亿元，并没有全部进入项目监管账户，其中有将近3亿元的资金在进入监管账户后，通过几家看似无关的壳公司被转移了出去，最终流向了林大强个人及其亲属控制的其他投资项目，甚至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了境外。这是导致翡翠江南项目资金链断裂、最终烂尾的根本原因。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营不善，而是涉嫌合同欺诈、非法侵占和抽逃资金的严重经济犯罪。王峰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让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为之凝固。王组长停止了敲击桌面的手指，他拿过那份资金流向图，与身旁的男组员一起仔细地研究起来，他们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良久，王组长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着我。谢林同志，王峰律师，你们知道提交这份材料意味着什么吗？我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地回答，知道，意味着我们与林大强之间再无任何回旋的余地，也意味着我们把我们这200多户家庭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调查组。王峰补充道。王组长，我们还掌握了一些线索，林大强在江城多年行事霸道，可能与一些地方上的涉黑涉务团伙有牵连。他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侵占业主资金，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威胁恐吓，背后很可能有一张巨大的保护伞。我们恳请调查组能够将这些线索一并纳入调查范围，深挖到底，除恶务尽。王组长深深看了我们一眼，然后缓缓站起身来。他没有多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郑重地拿起那3份文件，对着我和王峰沉声说道：我代表联合调查组感谢你们提供的这些重要情况和证据，请你们相信组织的决心，也请你们相信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我们会立即成立专案组，对你们反映的经济犯罪和涉黑涉务线索展开深入调查，
在调查期间，我们会依法保障你们业主方代表的人身安全。你们回去等消息吧。江城的天不会永远是黑的。走出大院，清晨的阳光正好刺破云层，洒在我们身上。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湛蓝的天空，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知道黎明前的最后一片黑暗即将被彻底撕碎。调查组的行动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迅猛。就在我们与王组长会面的第二天下午，10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位于江城市中心 CBD 的红叶地产总部大楼。身穿制服的民警和佩戴着调查组证件的工作人员迅速控制了所有出入口，封锁了整栋大楼。红叶地产的员工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得目瞪口呆，一个个被要求待在自己的工位上，不许随意走动，不许接触通讯设备。公司的服务器、账本文件在专业的审计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监督下被一一查封、拷贝和带走。这场被媒体称为江城风暴的行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城，无数市民聚集在警戒线外，举着手机拍摄着这历史性的一幕。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产巨头在国家机器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而此时的林大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正躲在郊区一栋戒备森严的湖畔别墅里，焦急地等待着钱律师的消息。他已经联系不上任何一个朋友，那些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用最冷漠的语气让他不要再联系。他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钱律师那个所谓的 B 计划上，通过伪造的证件从林氏的机场连夜逃往境外。钱律师说，只要人到了国外，就有办法利用法律的空子和他在海外的资产，让他过上逍遥快活的日子。然而他等到深夜，等来的不是钱律师接他跑路的电话，而是别墅大门被暴力破开的巨响和一声声威严的警察不许动的怒吼。林大强冲到窗边，只看了一眼就彻底瘫软在地。别墅的院子里已经被警车和荷枪实弹的特警围得水泄不通，红蓝交替的警灯将他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映照得一片惨白。他最后的幻想破灭了，他想过反抗，想过去拿藏在保险柜里那把用来防身的器械，但看着窗外那些黑洞洞的枪口，仅存的一点勇气也瞬间土崩瓦解。几分钟后，曾经在江城呼风唤雨的林总，双手被锃亮的手铐反铐在身后，像一条失魂落魄的丧家犬一样，被2名特警从别墅里押了出来。他头发凌乱，衬衫也被扯破，脸上再无半分往日的嚣张，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当他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他透过车窗看到了同样被戴上手铐的钱律师。钱律师的眼睛碎了，脸上挂着彩，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挣扎。四目相对，林大强的眼中充满了怨毒和悔恨，而钱律师则羞愧地低下了头。林大强的落网只是一个开始，一张以他为中心辐射整个江城2街的大网被彻底收紧。物业经理杨鹤鸣在被拘留多日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了他这些年是如何在林大强的指使下克扣维修基金、欺压业主，甚至配合一些黑恶团伙进行暴力威胁等一系列犯罪事实。那几个被林大强花钱雇来，在网上抹黑我的前同事，被网警从外地抓了回来。他们交代了授钱律师指使进行有偿诽谤的全过程，并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更令人震惊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翡翠江南项目烂尾背后更多骇人听闻的真相被揭露了出来。原来林大强不仅抽逃了业主的购房款，还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方式骗取了数亿元的开发贷款。他还与当时负责项目的一些人相互勾结，用极低的价格拿下了土地，并在规划、消防等多个环节上弄虚作假，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拔出萝卜带出泥，因为林大强一案，江城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人人自危。整个江城都因为这起由一扇不存在的窗户引发的案件而掀起了一场涤荡污垢、整肃风气的廉政风暴。电视里新闻频道正在滚动，播报着林大强特大经济犯罪团伙案的最新进展。主持人用激昂的语调讲述着市委打黑除恶、保障民生的坚定决心。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业主群里的一条消息，是陈文兴发来的。他在群里发了一张林大强被押上警车的电视新闻截图，后面只跟了3个字：天亮了。下面是几百个业主整齐划一的加一。我关掉电视，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轮皎洁的明月。是啊，天亮了，但对于我们这些在黑夜里煎熬了2年多的人来说，仅仅看到天亮还不够。我们想要的是那轮在天亮之后本就该照耀在我们身上的温暖的太阳。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公正的审判。半年后，备受瞩目的林大强特大经济犯罪案终于尘埃落定。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如同一柄正义的铁锤，敲下了最终的音符。林大强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的商业帝国，他穷极一生追逐的金钱与权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他将在高墙之内用余生来忏悔自己的罪恶。钱律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引以为傲的法律才华，最终成了将他自己送进监狱的工具。物业经理杨鹤鸣以及那些参与恐吓、造谣的打手和水军，也都根据其罪行轻重，分别获判了3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等待他们的同样是法律的严惩。一张盘踞在江城上空多年的罪恶之网被彻底撕碎，所有作恶者都付出了他们应有的代价。对于我们这些翡翠江南的业主来说，坏人得到惩罚固然大快人心，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那栋承载了我们安家梦想的烂尾楼究竟何去何从？在联合调查组的牵头下，一场决定我们最终命运的会议在市政府的礼堂里召开了。会议的一方是以我为首的业主委员会代表，另一方则是官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一家新面孔——
江城最大的国有建筑集团江城建工的代表王组长亲自主持了这场会议。他首先向我们通报了对红叶地产的资产清算结果。由于林大强的肆意挥霍和转移，公司早已资不抵债，剩下的资产根本不足以覆盖项目的后续建设费用。听到这个消息，业主代表们的脸上刚刚浮现的一丝喜悦，又蒙上了一层阴云。就在大家的心都沉下去的时候，王组长话锋一转，但是他提高了音量，目光扫过每一位业主代表。我们绝不会让普通老百姓来为犯罪分子的罪行买单。他指向身旁的江城建工代表，经过我们的研究决定，将由实力最雄厚、信誉最可靠的江城建工集团全面接手翡翠江南3期的后续建设项目。我们会拨付一部分专项资金作为启动资金，以确保项目可以无障碍复工。江城建工方面也承诺将以成本价保质保量地完成所有建设和装修工作，让业主们住上放心房、安心房。最重要的一点是，王组长的声音在巨大的礼堂里回响，所有业主不需要再多花1分钱。礼堂里在短暂的寂静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压抑了2年多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许多年长的业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场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互相拥抱着，拍打着彼此的后背，用最朴素的方式分享着这迟来的喜悦。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眼眶也不禁有些湿润。从接到那个荒唐的索赔电话开始，到楼顶的对峙，再到媒体的曝光，法律的博弈，最后到民警的介入，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恐吓、分化和煎熬，但我们终究还是挺过来了。我们用团结和坚持换来了最终的胜利。1年后，翡翠江南3期正式交付。曾经荒草丛生的工地变成了一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美丽小区，一栋栋崭新的楼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曾经那个冰冷的混凝土骨架，如今已经披上了温暖的外衣。我终于拿到了1201的钥匙，房子是精装修的，窗明几净。我特意走到那扇引发了所有故事的窗户前，推开它，清新的风立刻涌了进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小区中心花园的喷泉和远处城市的轮廓。这扇窗真实明亮且坚固。搬家那天，小区的业主群里异常热闹。这个新群是由新的物业公司建立的，群里没有了抱怨和愤怒，取而代之的是邻里之间热情的问候和对新生活的憧憬。艾特所有人，晚上7点，中心花园大草坪，我们业主委员会自发组织了一场乔迁烧烤派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欢迎大家拖家带口来参加。是陈文兴在群里发的消息，他现在是新一届业主委员会的名誉顾问。下面立刻刷满了收到和各种庆祝的表情包。收到，一定到。放下手机，我走到阳台，靠在栏杆上，楼下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大人们3三2两的聚在一起聊着家常，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忽然明白，这或许才是整个故事最完美的结局。我们战胜了恶龙，不是为了成为新的英雄，而只是为了能像现在这样回到最平凡、最安稳的生活，在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感受着阳光，等待着一场邻里之间的烧烤派对。这世界真奇妙，有时候你拼尽全力，只是为了守护一份本就该属于你的普通人的幸福。